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我们首先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的表现。那么道指的主联呢，也是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盘前合约啊，是提前于道指开盘的。在这个道指主联上，我们看到日线级别已经开始了一定的反弹。反弹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啊，是因为这个位置上存在了144均线啊，红色线表示的这个144均线触及到这里之后，发生了一定的反弹。这轮行情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本身来说，我们看到啊，1月20日同步了比特币走出了悟空阳线，然后是八阶阳线组和沙僧阳线组。沙僧阳线组走完之后，突然的下跌让行情跌破了八阶阳线和悟空阳线。那么这个位置上140均线和169均线，如果一旦跌破，那道琼斯工业指数接下来的下跌将要展开。那么在下跌的途中，我们可以看到啊，144均线它构成了一个支撑，因此呢，今天晚间时候美股开盘之后会有一定的程度的反弹。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比特币在周末的行情下跌过后，也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几乎同步了道指的主联的行情。回到比特币的行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欧分别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和位于19500美金的一个从去年6月份到12月份波谷连线形成了一个压力。那么第二轮行情出现的日期，它是同步了美股1月20日的上涨啊，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走八阶阳线组，目前八阶阳线组非常复杂，出现了特别多的干扰性的妖怪 K 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形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收敛结构，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收敛结构啊，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下跌，下跌之后开始反弹，反弹到25000美金附近之后，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平头哥啊，平头哥25000美金反复突破没有成功之后，出现了回踩动作。那么目前为止，这个4小时级别的结构没有被完全破坏，依然在这个横向的震荡过程当中。那打到日线，我们可以看到啊，目前的横向震荡呢，可以用一个矩形结构来表达出来。那上边线呢，正是25000美金，下边线大概是在22000美金。在这样的一个矩形结构当中，我们会逐渐看到啊，更窄的一个收敛三角形啊会出现。我们认为行情的矩形结构啊是三角形结构的一个前提条件啊，也就是说，行情当中最终呢，这个矩形结构会演变成更窄的一个收敛三角形。那么行情后面的结构，我认为会走出一个新的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啊，构成一个更窄的一个收敛三角形。在这个窄的收敛三角形之后呢，酝酿一个新的多头。那么为什么还说酝酿多头呢？因为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啊，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修完成之后，第二轮悟空阳线走出来，八阶阳线组走出来了之后，上方就有可能走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到达我们的日线级别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修的目标点位28000美金，同时呢也是周线级别的一个，我们看到了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的八阶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周线级别的目标点位。因此呢，目前虽然有了一定的调整，但是呢，多头趋势仍然没有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呢，布局多单和布局仓位的一个重要的点位呢，我认为是目前一个筹码密集区，大概是在23000美金附近啊。为什么还要在23000美金附近布局呢？因为前面筹码密集区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啊，在23000美金构成了一个支撑位啊，在行情当中把握趋势，找到合理的点位去布局，分布式仓位，同时呢，每个仓位设置止损，最终呢，你才容易获得趋势上的利润。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呢，依然处在一个反弹的趋势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反弹的一个低点的位置，也就是波谷连线的这个位置啊，它是在21年5月份就已经形成，所以呢，这个位置呢是非常不容易跌破的。长达2年的震荡过程当中，由波峰转变为波谷啊，因为它通过焦点之后转变成波谷之后，构成了一个位于0.067附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有了这个支撑位啊，构成了一波反弹，我认为它的反弹时间级别有可能出现日线级别反弹，到达目标点位0.071啊，这个144均线这个位置附近啊，还是有可能出现的。因此呢，对于以太坊来说，目前已经是领涨比特币的行情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分析以太坊本身的价格然后我们切换到以太坊对 USDT。
切换过来之后啊，可以看到啊，非常类似于比特币的是啊，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期完成之后啊，在接近1月20日这一天出现了第二轮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来之后，和以太坊非常类似的是啊，和比特币非常类似的是，目前走出了一个箱体结构。在这个箱体结构过程当中啊，它的收敛结构逐渐震荡，会形成白色线画出来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并且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重新发动一定的变盘。因此呢，目前给出以太坊的波动区间大概是在$1650到$1550啊，这样的$100附近做一个区间日线级别的震荡。那么在震荡完成之后呢，在周线级别上仍然有可能走出类似于比特币的啊，目前走出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了，走8节阳线组、杀伤阳线、唐僧阳线。那么行情的这轮反弹的目标点位$2000不变。那么回到 CFX 的行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 ，CFX 是龙头板块当中的龙头，因此呢，非常多的人关注。可以看到它的第一波上涨之后啊，它的回调幅度超过40%。那么目前为止呢，我们观察到啊 ，CFX 已经在这轮行情当中回调3天之后啊，已经到达41.44%的最大回调幅度。那么这样大的回调幅度之后，按之前的情况来看啊，它已经基本上回调到位。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第二轮上涨是由一个日线级别上涨息优构成的。首先走出悟空阳线和8节阳线组、杀僧阳线、唐僧阳线，一轮日线级别上涨息完成之后啊，有可能做4小时级别到小时线级别调整。那么把时间级别切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啊，悟空阴线组、8节阴线组、杀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啊，已经完整的出现，证明它的4小时级别下跌息优通过合并 K 线已经走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的啊50日均线和10日均线还在高位上方，那么它的一个震荡行情是为了等待4小时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逐渐跟上来，跟上来之后，我认为它的最终的这轮行情上涨趋势当中的调整就会逐渐完成之后，我认为它在日线级别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息优，并且做出4小时级别调整之后，仍然有机会把这个时间级别上涨的这个时间级别放大到周线级别。那周线级别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1月底的行情当中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8节阳线已经走出来了。目前的震荡呢是周线级别的沙僧阳线。那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啊，在经历震荡之后，我认为它的一个进一步的上涨目标点位，周线级别目标点位是在$0.7附近。如果能够完成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将解放大部分套牢的筹码啊，因此呢，它的上涨空间将被打开。我们一定要关注的是龙头板块当中的龙头啊 ，CFX 依然是龙头板块当中的龙头啊。虽然它调整非常迅速，调整幅度超过40%，但原因是之前它经历过大幅的超额的上涨，超额上涨之后啊，它的趋势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我认为它依然有继续上行的机会啊，耐心等待它4小时级别调整结束啊。我们看到这轮调整啊，它经历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么在未来就有可能在这个调整的基础上走出一个结构啊，这个结构呢，波峰连线、波谷连线会构成一个底边线。会形成最终的一个收敛三角形，接近收敛三角形焦点的这个位置仍然是可能发生变盘的位置啊。那么底边线目前有可能走出来了，上面线没有走出来，所以呢，目前它有反弹的动能和反弹的趋势在这个行情里面。那么更重点的要关注的是今晚美股的反弹幅度和今晚比特币跟随美股的反弹幅度。那么如果美股出现大幅反弹，比特币跟随，那么 CFX 作为这种龙头板块当中的龙头必然有机会走出一个逐渐走出新高的一个趋势会出现。对非欧代币来说这轮行情调整幅度已经有了大概是34%这么大的回调之后，我认为它已经对上涨趋势过程当中多头方向的筹码进行了一次回补。一次回补之后，我认为会进行2次回补、3次回补，最终呢形成一个密实的一个缝合结构。在密实缝合结构结束之后继续上行才是它的一个主要方向。原因在这里日线级别上。这个位置上，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悟空阳线走出来了悟空阳线没有被杀死之前，可能会走8节阳线、杀僧阳线、唐僧阳线。但是呢，我们看到上方的8节阳线被消灭掉了，但是悟空阳线依然存活。只要悟空阳线存活，多头就有希望那么在这个多头的希望趋势下呢，在这个位置上，在$6.7，我认为是可以进行抄底动作的。原因在这里因为非有代币呢，这轮行情在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数据上最高的跌幅是超过99%，99%跌幅之后，从$2.4一路上涨接近$9.5到达$9.5，几乎翻了4倍。4倍上涨之后必然经历一定
定的回调。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回调幅度和刚才我们说的 CM 是非常类似的啊。首先是4小时级别悟空阴线啊，8阶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组，一轮4小时级别下跌修完成之后啊，这个位置上就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反弹。那么我们知道多头方向的回补需要空头做啊，空头下跌完成之后，它还要重新反弹上来，形成来回的区间震荡，最终呢高位形成收敛结构，然后才有变盘的可能性。因此呢，目前这个6.6美金、6.7美金附近呢，这个点位是完全可以进行参与的啊。在参与过后呢，逐渐在低位进场之后，把这个筹码抓回来，最后呢，它的一个上涨空间和利润空间是非常大的啊，因为之前曾经涨到230美金啊，230美金才是它的高点，所以呢，目前从2.10美金到9.5美金这样的一个上涨幅度远远不够，我认为是主力庄家做的一个吸锁、拉起、抬涨、套杀一系列步骤当中的吸收筹码和锁定筹码。什么是吸收筹码呢？在底部位置快速吸收筹码之后，价格也会伴随上涨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它要做一定的锁定筹码的事儿。锁定筹码呢，就是追高的这些散户会被扣杀下去，扣杀下去之后啊，这个追高的散户可能会出逃，这样呢，他们的出逃就会让超级主力以更低廉的价格啊，把这个筹码回收过来，回收过来之后啊，吸锁、拉起、抬涨、套杀一系列过程才会随之推动进行下去。所以呢，高位套牢并不可怕，重点的是要抓住趋势，并且呢，高位你有筹码之后，在低位再进行一定的回补，把你的筹码平均的这个成本降下来啊，那么后面的行情才认为获利。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啊！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感谢大家，再见。